我妈死后，家里人把她埋在了后院，没有葬礼，没有哭声，奶奶只是简单说了一句赶紧埋了。当晚窗外响起了歌声，一个女人穿着红色绣花鞋站在窗户外面对我笑，她没有眼珠，很可怕。后来我在学校窗外看见了我妈，她伏在玻璃上看着我，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，可她明明已经埋在后院了。那么我看到的究竟是谁呢？我叫做苗，我的母亲患上了一场怪病，见了猫就会脸色大变，语无伦次，躲进被窝。父亲请遍春医，却都摇头离去。于是奶奶打算请村头的华子哥前来看看。华子哥是俺们村唯一的本科大学生，专业正好是医学方面，想着指望他能看出些什么东西来。华子哥来时背着一个大箱子放在母亲床头，里面全是看病的器具。他先用听诊器探听片刻，眉头紧锁，未变异常，转而切脉仍无果，面色欲沉。奇怪，脉搏怎么没有跳动？这违背科学常理啊！华子哥再次附耳细辨，眉间川字愈深，依旧全凭问号，匪夷所思。我挤到奶奶身侧，看见丫鬟、管家、父亲与华子哥俱是满面疑云。我转头看向母亲，她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诡异的笑容，发出一声冰冷的轻笑，那声音仿佛只有我听见了，其他人都纹丝未动。看病无果后，父亲吐槽华子哥的医术，说华子哥好歹也是进大城市进修过的大学生，咋连这病症都没见过呢？奶奶沉默不语，只是先让丫鬟乔给母亲端去刚熬好的参汤。随后奶奶转向了我，谴责我的不懂事，因为奶奶先前跟我说过很多次，不让我进母亲的房间。可我觉得委屈啊，母亲生病，作为她唯一的孩子，连去看看她都不行吗？也许是因为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，她管得特别严吧。奶奶让我去找村里的小孩玩，摆摆手把我打发走。她转身看了一眼母亲房间紧闭的门，朝堂屋走去。我出了大门，和村里的孩子们玩去了。玩到下午时分，突然西边天空火红的云霞瞬间就消失不见了，浓厚的黑色云朵片刻间爬满了整个天空。山间的天气就是这样喜怒无常，说变就变。不一会儿又闪起了闪电，我赶紧跑回了家。跑进大门的时候看见了母亲，她双手捂住耳朵，失声喊着听不懂的话语，冲进了自己的房间。母亲害怕打雷，奶奶此刻也不在，于是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去和母亲多待一会儿。我跑到房间门口，伸手去推门，哐啷响了几声，门从里面反锁。此刻四周已是迷雾漫漫，几乎看不见几十米开外的东西。我轻轻拍打着门环，朝里叫了母亲几声，可却没有回应。侧耳贴门上听了听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想母亲一定又是将头埋进了被窝里，才听不到我叫她。过了一会儿，身后一声令下，又被奶奶当场逮住臭骂一顿，让我赶紧过去。可母亲的房门它微微晃动，里面传出一种奇怪又绵长的声音，像是细碎的呻吟。好奇心让我停下脚步，想进去看看母亲到底怎么了。奶奶看我停下脚步，直接急了，火速过来，脸色阴沉煞白地看了一眼母亲的房间，立刻转身将我拉进她的房间。奶奶再次叮嘱我不准进那屋，我也只是简单回了个哦，假装乖巧。但她也是真的担心我，为了防止我在乱跑，开始坐下来死盯着我写作业，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抓着我的手给带去了客厅。可到了客厅，却不见母亲出来吃饭，我有些疑惑。晴儿姐站一边适应着，父亲低头吃着米饭。妈，就这么定了吧，晚上埋后院里。赶紧叫人挖好埋了吧，别放的时间太长。我已经10岁了，10岁的耳朵已经能精确捕捉大人话里那些小孩不必懂的部分。一股凉意从脚底板窜上来，难道是妈妈怎么了？我想去看看母亲，于是我眼疾上身，说肚子痛，想去上个茅房。当然奶奶也不傻，为了防止我到处乱跑，让晴儿姐寸步不离。夜晚的乌云笼罩天空，让人觉得阴冷。秋风一吹，院子里高大树木的枯黄枝叶就刷刷落下，哗啦啦落下一大片来。我问晴儿姐，母亲为什么不出来吃饭啊？晴儿姐突然脸色变得煞白，看了一眼母亲的那间屋子，说自己也不知道，并催促我快去上茅房，快点的，别耽误太久，她就在这里等我。晴儿姐双手紧扣一起，四处张望着，瘦弱的身子骨哆嗦了起来。我快步地走到东边，没有进茅房，而是躲在高大的冬青树后面，偷偷溜到了南边，蹲下身子，移动到母亲的房门前，悄声推开房门。我还没用力，房门就自动打开了，一股冷气从里面飘了出来。深秋的夜晚本就有些凉意，这让我不自主地收起了脖子。房间里黑乎乎的，整个房间像是布满了雾霾，看不清什么东西。我朝母亲的床走去，渐渐看清床上的绣花棉下有个身形，母亲一定又是把头埋进被子里睡觉了。她背对着我，只留出一撮溜光闪亮的黑发。我一连叫了母亲3声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但她没有应答。我用手摇晃着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我觉得床边很冷很冷，就如同冬天的早晨一般。我又叫唤了母亲3声，突然
收音机里隐隐响起了奇怪的乐曲，好像是我小时候听过的一个女子的声音。她的声音细得像快断掉的丝线，又是那么的悠长。我揭开了母亲的被子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差点昏厥，但我还是强忍住了，泪水不知怎么地哗哗流了下来。母亲双眼圆睁，眼珠上翻，眼圈发黑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却异常红润，眼角和嘴角的血迹已干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冰冷刺骨，她死了。此时收音机突然响起一个女人奇怪的话声，是在叫我吗？可还没来得及确认，父亲破门而入，给我一顿臭骂，外加一个大耳光把我拖了出去。出去的时候我再仔细聆听，收音机里已经没有任何声响。回到房间，奶奶让晴儿姐把我给看住了，生怕我在乱跑。随后奶奶就出门而去。我问奶奶这是去哪？晴儿姐说是去后院了。去后院干嘛呢？晴儿姐并没有回应，而是转移话题问我作业做完了没。我回答她做完了。由于家教严厉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识字学习，学的课程对我来说不值一提。童年时光大多和奶奶在一起，父亲常年在外做生意，母亲就一个人操持着这样的大家庭，没有多少时间陪我。不过偶尔会在网上借着月光教我读书认字。母亲是山那边寨子里有名的才女，学识非常的渊博。正想着呢，院子外面突然嘈杂起来，哪来这么多人呢？好奇心驱使我和晴儿姐不约而同地走到房门前，掀开帘子看了起来。院子里的大灯笼照得贼亮，父亲、管家和奶奶正和一群穿着灰色道袍的人说着什么。这群人平常在村里是见不到的，是住在山那头寨子里的道士。谁家要是动土建房、埋葬死人，都会请他们过来看看风水、诵经超度什么的。他们一定是父亲请来为母亲超度的。可是我却不能再见到母亲了。不过由于幼年时与母亲相处的不多，现在心里也没多少难过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见到母亲死后的样子，会情不自禁的流泪。晴儿姐说，在我出生的时候，这些人也来过。那时她才9岁，要放到我们家的。那天走到我们家门口时，人很多，院子里这群道士正诵经着，说是我阴气太重，给我冲煞。因为我刚一生下来，村子里的猪狗牲口全在乱叫，可10岁的我哪能明白这些？晴儿姐说不明白就算了，可别去你奶奶那告状，说是我告诉你的。我答应了，又问起了她为什么奶奶一直不让我靠近我母亲呢？晴儿姐并没有直接回答我，而是劝我小孩子家家不要知道太多比较好。经典那副我是为你好的大人标准脸。之后我们看到道士们去了后院，我好奇地问晴儿姐他们去后院干嘛？晴儿姐说是看见长工下午带人拿着铁锹去后院挖坑了。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，赶忙双手捂住嘴，大气都不敢出了。我心想着，母亲是要被埋在后院了吗？还没来得及细琢磨，后院火光冲天，把奶奶的房间照得通亮，烛火被一股强劲阴风刮得东摇西晃，差点熄灭。好在晴儿姐用双手围拢，才保住烛火一命。不仅如此，后院通天的火光里还传来女人的惨叫，很凄凉。这种声音我小的时候在村口的田野里听过，没有一个人影，但声音却异常清晰地灌入耳朵。我没怎么害怕，可能是所谓的无知者无畏吧。可晴儿姐却吓得蜷缩着把我紧紧依偎住，花容失色，眉头紧锁，眸子里充满恐惧的表情。结束后，奶奶紧急通知让晴儿姐先把我带到东边村头的华子哥家，进了屋就别再出来了。我们不明所以，只是按照奶奶的吩咐来到华子哥家。紧接着，奶奶后脚就跟了进来，表示今晚就睡华子哥家了。由于我们家院子阴气太重，家里人都要出来躲煞。好奇的我听到躲煞这个词，自然问了起来。可结果也知道，又是大人的敷衍模式，翻译过来就是你还小，不配知道。就这样，我们先睡在了华子哥家，上床关灯，靠着窗户一头躺着，往脸看向窗外树木斑驳的影子，各种各样奇怪的样子，叶子风中哗啦啦的直响，吵得我一直睡不着。奶奶让我赶紧睡觉，睡着了就什么都不会想了。问题是我现在睡不着啊！我问奶奶有没有听到有女人在什么地方唱歌，我又听到收音机那种悠长细若丝线的女声，可奶奶只是让我别胡说，赶紧睡。我再次向奶奶确认，我清晰的听见在慢慢靠近，话间似乎已经到了头顶的窗户外面，可奶奶没有回话，用手捂住我的眼睛，自己就睡着了。为什么别人都听不到这个女人唱歌的声音呢？这么悠长而凄惨的声音，歌声一直响着，好奇心驱使我睁开眼睛，顺着奶奶手指的缝隙里向外看去。窗外是一个阿飘，看不清他的脸。突然我察觉到他察觉到我在偷看他，眼前一束昏暗的光线闪过，照到了他的脸。我差点被眼前这阿飘的脸吓到窒息。他没有眼珠子，眼角往下流着殷红鲜血，红红的嘴唇，惨白如霜的脸，比妈妈死后的面容还要可怕。突然吓你们一跳之后，他邀请我跟他一起玩。我是年纪小，可我不是傻，怎么可能会去呢？我吓得不敢出气，将头装进被窝。等过了片刻，传来一阵阵银铃般嬉笑的声音。又过了片刻，窗外只剩下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，阿飘也不见了。
第二天清晨醒来，我听到华子哥、奶奶他们也在讨论说昨晚有个女人在唱歌，原来他们都听到了。可我说见到时，奶奶就直接否定我，估计是看我小，怕我想太多，所以才一直否认吧。回到家，父亲好像也知道阿飘的存在，估计全家都明白，只是为了照顾我而瞒着我。管家打开大门，呼的一股阴风从里面吹出来，不禁让我打了个冷颤。宽敞的院子里撒了一层石灰，上面有许多奇怪的脚印。还是这么重吗？走了，没事了。打那以后，娘生前住的那间屋子，房门上挂了一把大铁锁。那间屋子和屋子后院都成为了我的禁地。每当想要作死，奶奶就会出现阻止我。家里的管家也时刻盯着我，还有奶奶给我带上了一个香包。自那以后，半夜里再也没有听见过女人的歌声。平静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。因为小时候家教好的缘故，学的课程我用了4年时间就全部学完。11岁就上了初一，村里没有初中，我和阿强他们几个一起在另一个山头上初中。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，赶上1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学校。下午放学回到家，天就已经黑了。阿强他爸是做豆腐的，每天清晨做好豆腐会当着去别处卖，但下雨时他就不做豆腐了，就要我们自己去学校了。而我又是唯一的女娃，所以他们几个对我相当照顾。今天也跟往常一样，阿强他们来叫我一起上学。阿强他爸带着我们去往学校，走到半路，树丛突然有个东西一闪而过，我们都没多在意，继续赶路。来到一坟地处，这里有人烧火祭祀，原来今天是祭鬼节。奇葩的是，我们学校就在这坟地前，就连路人都无力吐槽，而且还说去年就有几个学生跑来坟地玩，其中一个学生就再也找不着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作为主角应该要出意外了。我们到了学校，进了教室，上到第1节课的时候，天发阴沉，教室里昏暗得很，电灯一打开，同学们都显得异常兴奋。阿强还在身后拍了我一把，我让阿强别这么兴奋，开个灯而已。可阿强一脸懵逼，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我问他，你不是拍了我一下吗？可他说没有啊，不信的话你问阿军。阿军也表示确实没这回事。听他们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打了个冷颤，突然感觉后背发凉，头皮发麻。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起了课，我就也不再多想什么，可背后总感觉莫名其妙的被人冷不丁的推一下，悄悄回眼去瞅，也没个鬼影。阿强倒还以为我在看他呢，冲着我傻笑。老师看到我小动作有点多，警告一次。随后阿军说我妈妈在窗外看我呢。我母亲死了的消息，村子里封锁得很紧，每逢有人问起，奶奶就说在外面看着生意摊子，所以阿强和阿军他们也不知道。我顺着他的手势看去，果然母亲的脸浮现在玻璃窗外。我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不在人间，外面出现的她也是个阿飘罢了，可是我却感觉不到一点害怕。母亲正看着我，眼里泪光盈朗。虽然小时候与母亲一起的时间很少，可我毕竟是她的女儿。我叫了一声母亲。老师看到我又开小差，直接怒了，再次被臭骂一顿。等骂完后，转头再看向窗外时，已经没有了母亲的影子，外面的雨还淅淅沥沥的下着，窗外玻璃上的水滴慢慢的流下。接下来的每节课我都没有心思去听，时不时的就往窗外看，可再也没有看到母亲那张流泪的脸。雨一直下到了下午放学，我们等着阿强他爸来接我们。我有点内急，先去了趟厕所，解开裤子蹲下来撒尿，一股冷风从毛孔下面倒灌上来，冷得我直打哆嗦，撒出的尿都被吹得失去了方向。这里我虽然知道作者想体现氛围感，但说实话，尿的轨迹也没必要这么详细吧。恶心！我上完厕所回到教室，结果阿强他们人没了，只在桌上留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喵，你的妈妈在等你一起回去，我爸来接了，我和阿军他们就先溜了。等等，我母亲？难道阿强看到我母亲了，还和她对话了？那这完了呀！教室里已经没有学生，电灯也突然熄灭，顷刻间一片灰暗。我拿纸条的手开始忍不住的颤抖，心里臭骂：死阿强，臭阿强，居然不等我！我蜷缩在教室门口等待着，希望能见到哪个老师，可是雨大的一个人也没有。突然觉得身后吹了一股凉气，我心惊胆战的回头望去，教室里黑不溜秋的，啥也没有。我大叫了一声，我知道眼前站着的已经不是生前的母亲，而是鬼魂。可我一阵冷颤后，却感觉不到害怕。母亲双眼泪光盈朗，缓缓地伸起一只苍白的手向我脸上摸来，我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，母亲的手摸了个空。苗儿，我的孩子。她的声音是那么的好听，让我陶醉到不自觉地伸过脸去。母亲的手抚摸着我的脸，冰冷刺骨，手背上像上了一层薄薄的霜。我娘说要带我回家，可死人的家不就是坟地吗？我还顺便吐槽了下她的走路姿势，她也没多说什么，就要带我回家。母亲拉着我的手大步流星，我的双腿控制不住的加速，已经不知道走到了哪里。恍惚中感觉这不是回家的路。我问老妈，到底要把我带去哪里啊？可她只会说回家，回家 ，go home go home。可这不是回家的路啊！算了，也不能指望鬼魂能给我解释什么。众所周知，鬼魂是没什么言语能力的。终于，母亲把我带到了她口中的家。
我看四周除了田野与连绵起伏的灰色山峦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母亲悠悠飘到了一边，身后原来是一片墓地，前面是一个竖着的墓碑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终于回过神来，开始害怕，想着逃跑。淼儿，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一定饿了吧？来，吃点吧。母亲转身去地上捧了一掌泥土伸给我，我低着头，瞅见她一只脚上穿着红色绣花鞋。我想起母亲死的那晚，站在华子哥窗外唱歌的那个女人，我不敢抬眼看她，假装双手接住那盆泥土，撒腿就跑。可我凡人之躯，哪跑得过鬼呢？好在奶奶先前给的香包派上了用场，就在那双冰冷的手要和我脖子接触时，啪的一声，脖子上闪出了一道黄光。之后我什么也感觉不到，就这样昏迷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我再次醒来时，身旁已多了几个青云山的道士，他们一眼就看出我遇到脏东西了。其中一个老道说我身上的阴气太重了，容易招来不干净的东西，而且是与生俱来的。确实，每当我靠近家里养的动物，它们就会乱叫。老道又说，你家死过人，寨子的人却都不知道。牛逼啊，这个人啊，有操作的啊，这都给他算到了。老道扭头看着我，伸过手来拿起我脖子上的布包打量着。多亏有这东西，要不然你这娃的命就没喽。看来你奶奶早就知道了。话音落下，远处好像传来一些声音，我有些胆怯地往后缩了缩。老道说是我家人来找我了，我沿着声音的方向走去，果然如他所说，是奶奶等人。看见他们的那一刻，心中一股暖流涌了上来，松了一口气，终于是安全到家了。可倒霉还没结束，第二天清晨，奶奶看我迟迟未起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很烫，大概率是发烧了。她让晴儿姐去找华子哥来给我看看。这个间隙，我想起床去上个厕所，但一点劲也使不上来，憋了一晚上的尿就这样撒在了床上。这孩子的命真是苦啊！我热得汗水直冒，趁着华子哥还没到，奶奶去柜子里给我找了干净的内裤与长裤换上。过了一阵，我侧眼费力地看了一眼进屋的华子哥，还是背着那药箱子。曾经用它没有救活母亲，我一时间为自己做好了死的打算。华子哥把手往我额头上一贴，很惊讶，这烧得烫手啊！又给我把了把脉，脉象正常，可为什么会烧到40度呢？他让晴儿姐拿来一块湿毛巾，凉意渗进来，这才感觉头脑稍微清晰了一点。最后，华子哥也只是开了点药，让我先吃着看。他说脉搏稳定，问题不大。这话说的他自己都不信。奶奶和晴儿姐出去送他，我隐隐听见他们在院里估计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，什么也不知道。直到醒来已是傍晚，房间里照进了几缕淡黄的光线。往年秋天的傍晚时分，村子里的树上会有许多鸟儿叽叽喳喳的乱叫，可从去年那个秋天开始，就没有鸟儿鸣叫了。当我真正清醒过来，已经是2天之后，我的烧迟迟不退，所以奶奶打算给我叫叫魂。什么叫魂？我不懂，但我还没来得及问，外面就响起了脚步声，进来的是一伙道士，是去年母亲死的那晚来的那一批。奶奶把我带出去，叫魂仪式正式开始。道士嘴里念念有词，听不懂他们在嘟囔些什么。他手持铜钱剑，挑起桌上的黄纸，在蜡烛上点燃挥舞着。突然哗的一声，带着燃烧的黄纸刺到了我的面前。那一瞬间，身体突然轻松下来，但没片刻又觉得神志模糊。恶鬼，还不速速离开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道士大喊一声，端起桌上那叠血冲我泼了下来。我被泼了个狗血淋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下子感觉身上像是卸下了几十斤重的东西，也感觉到身体不再发热。原来我是被鬼附身了。结束后，道长跟奶奶说起话来，特意提到了我们家的后院。他说后院阴气极重，提醒奶奶任何人不得进入，尤其是我。但我觉得，一般这种越是强调的地方，反而越会发生，特别是我们主角这么爱作死。这件事之后，管家给后院的门又加了一把大锁，防止任何人接近和进入。这学期剩下的时间里，我再也没去学校，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。眼看着就要过春节了，到了冬天，奶奶开始有些咳嗽，要不是晴儿姐帮着点，奶奶估计早就累坏了。冬天奶奶突然就像老了好多岁，走起路来也没以前那么风风火火，腿脚不再灵便。这天我给奶奶把饭端到炕沿上，不知为何，她的眼里有了泪水。她抓着我的手，盼着我早点长大，生怕自己哪天走了不能照顾我。她叮嘱我要好好学习，学好了去外面大城市读大学，就像华子哥一样，人见了都直点头夸赞。奶奶说完，有意识地看着晴儿姐。晴儿姐听后低下了头，脸红得像苹果。我与奶奶相视一眼，同时轻笑了起来。奶奶打的什么算盘，我一下就明白了。
他想撮合晴儿姐和华子哥，给他找个好下家。但晴儿姐自然是个娇羞的性格，字里行间说暂时没想法，但那张红透了的脸出卖了一切，嘴上说不要，心里嘛谁知道呢。晚上吃完了饭，我们早早就睡了，躲在暖烘烘的被窝里，我也开始盼望着快点长大，盼望着像晴儿姐那样好看迷人。他真的疯了吗？可是怎么会这么突然呢？真疯了，还在村子里裸奔呢。不知为何，阿强的老爹突然发疯，不仅在村子里裸奔，还把别人家的鸡给咬死了。到了他们家，阿强垂头丧气，愁容满面，他母亲则眼睛哭得红肿。哎，那你之前丢下我，遭报应了吧？强妈抹着眼泪跟我们解释，那天晚上从地里一回来，他到家倒头就睡，问了几句也没搭话，谁知第二天就这样了。而且扫看时，被子上还发现了一撮头发。奶奶拿过那撮白色头发，捏在指尖仔细端详着。强妈误以为是孩子他爸出轨了。奶奶端详了一段时间，则是眉头紧锁了起来。还是没走啊？阿能，阿能！神奇的是，人都疯了，还知道自己叫什么。阿强他爹听见有人叫他，循声望来，他爸眼神中冷冷的闪了一股寒光，朝这边瞥了一眼，吓得我直打了个哆嗦。奶奶终究是老江湖，一眼就看出是中邪了，并答应今晚过来给他念叨一番，聚去阴气。强爸跑去了2楼，阿强追了上去，奶奶让我在此等候，他也跟了上去。到了2楼，强爸嘴里说着什么，他在墙里唱歌，你听。突然强爸猛地揪住自己的头发，别让他进来，别让他进来。我看见另一个我，他蹲在床上，别让那个穿寿衣的女人靠近我，别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一阵慌乱的脚步声，强爸从2楼冲下来，跑进1楼的房间，把门给堵上了。奶奶让强妈准备一碗狗血，晚上前来驱邪要用。回到家，奶奶从年轻时嫁妆的箱子里掏出一把桃木剑，我打算摸摸看这剑，但奶奶说我阴气太重，动不得。这剑有灵气，是用来驱除鬼魔的。这时管家传来话，说家里有头猪不行了。奶奶前去查看，我正欲跟去，可瞅见了那把放箱子上的木剑，顿时心血来潮，想趁机看看。毕竟我就没乖乖听过奶奶的话。我伸手去拿木剑，刚一触碰到剑柄，就感觉到全身一阵麻木，手腕剧烈的抖动起来，双腿麻木的支撑不住身体，差点瘫倒在地。我赶紧将手抽了回来，这感觉太奇妙了，好像身上又减轻了些重量，顿时轻飘飘的。眼前的光线也好像亮堂了许多。我疑惑地看着这把剑，剑身雕刻着一些我无法辨认的字符，我揣摩半天也无法识别出一个字来。不知为何，突然觉得身心匮乏，肩膀酸痛，钻进被窝扭动了2下身子，就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。然后我们的视角就开始扮演奶奶了。我们到了猪圈，看到有一只二师兄躺在地上，他后腿蹬了几下就再起不能。奇怪的是，他眼角和嘴都流着血。我问管家有没有给猪吃过什么东西，管家回答道，只是给圈里扔了一把草，别的什么都还没喂。正准备往槽子里倒猪时，那猪就突然叫唤了一声倒下了。看来又是阿飘在作祟了，对人下手也就算了，现在连猪都不放过。我让管家先埋了吧。说完，我回到房间，拿上桃木剑和黄符，准备出发。出发前，我特意叮嘱管家把苗给我盯紧了，那孩子属泥鳅呢，一不留神就不知道滑哪去了。然后叫上强随我走一趟。到了阿强家，我先给了强一张符，让他在这等着就行。强妈也准备好了狗血，我拿上狗血，准备好桃木剑，战神老太准备战斗。推开进屋，我先把该说的客套话说了一遍，无非是识相的赶紧走，别逼我动手之类的。不过鬼魂要是听得懂人话，这行就好干多了。回应我的也只是一阵笑声，很嚣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老太太手黑了。先上狗血，让邪祟从体内逼出来。What？狗血一出，那东西果然扛不住，强把身子猛地一抖，一团黑影从他身上逼了出来，邪祟离体，桃木剑才算有了用武之地。我步伐不乱，抬头几剑挥过去，力道分毫不减。老太太我宝刀未老，3下5除2，那团黑影便被打伤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后彻底消失。视角重新回到苗儿的身上，我好像是醒了，摸摸脖子黏糊糊的，捂了一被窝的汗水。我慵懒地慢慢睁开双眼，眼前一片光线昏暗，什么也看不清。突然感觉脸上有点湿湿的，正要用手去擦，滴答一声，又一滴水滴到了我的脸上。是奶奶的屋子漏雨了吗？我好奇地瞪大眼睛看着楼盆天花板，慢慢浮现出了人的面部轮廓。我不能断定自己看的是否真实，因为光线很暗。直到我揉了揉眼睛定神去看时，我发现天花板上确实出现了一个人的面部，是个女子，双眼空白惨白地朝我诡异的微笑。管家流出被我的尖叫声引来，
我说有鬼呀！可刘叔说哪有啊？没有啊！我有点半信半疑的缓缓将头探出被窝，双眼充满警惕，再次看向天花板，黑乎乎的一片，啥也没有。刘叔看我也没什么事，就打算出去。可我遇到这种事害怕呀，哪还敢一个人待着？就和刘叔一起去院子里唠嗑了。聊起了我的小时候，聊起了鬼魂，聊起我阴气太重。叔说一般女孩子刚生下来是纯属阴的，但后来会慢慢融合阳气。可我这都11年了，纯属奇葩，我竟无法反驳。随后刘三让我听鬼嚎声，说我们在此10多年来闹鬼是常有的事。这回轮也轮到阿强他爹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奶奶回来了，他老人家看着精疲力尽，毕竟这么大年纪了，还上演了一出战神老太驱邪记，那也是正常的。最后大家寒暄几句就各自回屋休息了。屋子里的月光轻柔似纱，这样静谧的夜晚让我想起了父亲。自从年后去城里做生意到现在，一直没有回来。我与父亲的感情不是很好，似乎两人之间总有些隔阂。父亲其实是很疼爱我的，他常年不在家，但每次回来都给我带许多衣服。这一出去又快1年了，相信过年时村子里就能通上电了。钱是父亲这些年用生意挣来的电付，这马上就要过年，听说村里的电线杆已经栽到了山脚下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这晚我就梦见了父亲，只不过是一场噩梦，梦见父亲的脑袋瓜顶着几个大窟窿，满脸带血的朝我走来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以上就是上沙第1章的全部内容。这游戏的文本量很大呀，第1章就将近1万个字。苗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后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父亲在城里出了什么事？华子哥和晴儿姐的相亲进度条走到哪了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成为我的韭菜。我们第2章见，拜拜。